我是学罗的贝尔鲁鲁洛。在原神 2.7 版本的下半卡池为荒龙一斗的卡池复刻，同时加入了新的4星角色九七忍。虽然九七忍是4星角色，不过这次阿忍在卡池的人气似乎都要超越一斗啦。毕竟肚脐和藏在面具之下的脸，让许多叉 P 党都忍不住抽了。加上4星角色入手也不困难，差点都要忘记一斗才是5星角色了。更甚至有人可能阿忍加1后，不小心一斗也加1了。但如果你是有大保底还在等外延的玩家，千万不要太过冲动哦。毕竟阿忍在卡池结束后会进到常驻池的，而阿忍作为一名全新且也是唯一的雷元素奶妈，在实战中发挥的效果以及相关的组队、适应物、天赋技能和角色定位为何呢？洛洛将会在稍后的影片给大家详细的使用心得与分析解说。那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九七忍是4星雷元素单手剑角色，是雷元素中的第一位雷奶。阿忍是一位兼具治疗能力和后台挂雷伤害能力的辅助角色。这样兼具2项功能的角色，可以在一些队伍中腾出额外的空间给其他增伤角色加入。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生命值上限，90的满级搭配圣物，可以很容易来到4万的血量。原作战绩乐符雷草之轮是九七忍主要的核心天赋，其特性是可以在战斗中透过牺牲自己的生命值来替角色进行治疗，类似于芭芭拉的元素战绩会有一圈能回血的环围绕并跟随在角色身边。但不同于芭芭拉的点是在于九七忍的元素战绩冷却时间只有15秒，相较于芭芭拉的回血技持续时长15秒，但冷却时间需要32秒，多了一大半。而在阿忍灵命的情况下，元素战绩持续时间12秒，冷却时间3秒，其实不用等待多久就可以再度使用回血技加挂雷。而雷草之轮在跑步或是滑翔的时候也会跟随在角色身旁并持续回血，对于新手在拓荒大世界的体验也十分好。虽然定位主要是在于奶妈辅助，并不具备出色的伤害倍率，但灵命就具备完整的机制，而且灵命就能脱手挂雷。相较于菲希尔的奥兹还要满命才能脱手，九七忍的脱手挂雷成本更低，并且奥兹的挂雷是有个固定范围，实战时有可能会脱离奥兹雷伤范围，而九七忍的挂雷是会跟随角色，因此灵命的九七忍单纯用来挂雷做元素反应或是回血就非常够用，并且大多数的奶妈角色在原神的游戏环境中奶量都是溢出的，并不用太多奶量就足以应付大多数实战。唯独一个小缺点就是阿忍在使用雷草之轮的技能当下会立即扣除30%的生命值。虽然九七忍当前的生命值低于50%以下可以获得治疗量的提升，以及延长 Q 大招结界的持续时间，并且最低扣到20%后就不会再往下扣血，但扣血的玩法在实战中还是有一些风险存在，因此在使用阿忍的一技能回血时还是需要额外小心，看准切换角色的时机。阿忍除了生命值会影响治疗量和伤害量之外，在元素精通方面也会影响治疗量和技能的伤害量，所以在适应物的搭配上也可以考虑生命值和元素精通这2项属性。九七忍的天赋突破材料为周2、4日开放的风雅系列，漂浮命令会掉落的能量盒，天赋技能6级以上会需要讨伐周 BOSS 破金御界冥神命会掉落的祸神之系列，以及突破素材为无相之雷和雷音权限会掉落的最胜紫金，以及一击巨蛇会掉落的符文之齿，还有盗气地区在冥神大寺附近或青睐岛上可以采集的特产名草，以及漂浮命令会掉落的能量盒。一击巨蛇和雷音权限的单人讨伐攻略也可以参考洛洛制作过的影片。九七忍的普攻是4段式的剑击，第3段普攻会发射5枚有点类似苦无的飞镖，到第4段时会有瞬闪的效果，在这一瞬间的无敌效果可以用来躲一击守卫的飞弹来袭。但九七忍主要的定位是辅助奶妈，因此作为奶妈定位的培养下，可以不用升级普攻的天赋等级，除非是考虑玩娱乐项的战场九七忍才需要考虑升级。一技能是九七忍的核心天赋技能，具备脱手挂弱雷和回血的双重效果，释放时会立即扣除30%的当前生命值，直到最低20%时才不会再往下扣。回血量会基于阿忍生命值上限的百分比，释放过后并不会立即进行回血，需要等待草轮第一次扩大时才会开始阶段回血。角色的身旁会围绕一圈能跟随自身的乐符草轮，持续时间12秒，在期间中每 1.5秒会对周围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并且替当前范围内的场上角色回血量。虽然这招没有办法替后台角色回血，但这个效果却可以在多人联机时轻松就能帮你的队友补血。萌新初期被大佬带，或是和朋友一起拓荒不知道带什么角色的话，九七忍的乐符草轮就是很实用的效果。而经过测试，这个补血范围虽然在 X 轴中并不算大，但是在 Y 轴的补血范围下是不受高度限制的。因此，假如有其他联机的队友在范围内进行高空下落攻击的话，回血效果也都是能吃得到的。
而虽然冷却时间15秒和技能持续时间中间有3秒的空窗期，但其实打起来并没有特别有空窗的感觉，因此黎明状态下还是很有在无缝使用一技能的感觉的。加上阿忍的伤害倍率也不高，也不具备增伤效果，所以是否真的需要那么追求无缝一技能，可以评估看看自己的实战需求。Q 大招释放后，阿忍会将武器插入地面，并产生一个小范围的结界领域，持续时间只有2秒，会基于97人的生命值上限进行雷元素伤害。而若阿忍当前的生命值低于50%以下的话，则会再延长 1.5 秒，总长共 3.5 秒。大招的持续时间很短，需求能量也需要60点，并不低，伤害倍率也不算出色。极限鸭血开大后的伤害最高只能来到大约10万，因此实战时也不用太刻意追求大招的释放。天赋升级顺序也可以放比较后面，但阿忍的大招却在破盾上发现有奇效。由于破盾的过程中看的是元素打在盾上的强弱和频率，高频率的元素攻击可以让盾破得更快。阿忍的大招恰好符合这项特性，因此用大招在破除冰或火深渊勇者或深渊法师这种恼人的元素盾时，若缺乏快速破盾的角色，此时就可以考虑将阿忍带入圣剑螺旋，应付一些恼人的敌人。大招发动的时机只需要看破盾的时候使用即可，其他时间开不开大都不算太重要。被动天赋1解锁后，可以让阿忍的生命值在低于50%时，获得的治疗加成提升 15%。以4星奶妈的奶量来看，97人的奶量和迪奥娜、芭芭拉都不会差太多。血量高于50%以上时，奶量可能会略输迪奥娜，但是两者具备不同的功能性。且阿忍的回血草轮会跟随角色移动，机动性更好，因此在奶量上是个中规中矩的4星奶妈。解锁被动天赋2会基于阿忍的元素精通，使一技能草轮的治疗量提升元素精通的 75%， 伤害值提升元素精通的 25%。因此除了生命值之外，给阿忍元素精通的属性也会有所提升。但实测下来，全队生命和全队精通的配法上，虽然生命值为主的圣遗物奶量会比较高，但两者的治疗量相较之下也不会差太多。被动天赋3解锁后，可以使阿忍在到期进行探索派遣任务时获得的奖励额外增加 25%， 果然是个干练可靠的2把手呢。阿忍的天赋升级优先顺序方面，可以以一技能为优先，其次 Q 大招，最后升普攻，或是不升也都可以。如前面所说，阿忍灵敏就已经具备完整的机制，剩下的就是看自己的实战需求，可以考虑抽到自己需要的命座效果。但总体来说，往上提升的效果都不算太大，因此若是这次不想抽太多，只是单纯想开个图鉴的话，灵敏的阿忍基本上就可以说是毕业了。萌新抽了灵敏阿忍，也可以和朋友联机一起快乐喝奶跑图。3秒的空窗期并不会像芭芭拉的32秒，真的有种在等红绿灯的体感，玩起来是十分舒适的。2名解锁后可以让乐福草轮的时间延长3秒，总长来到15秒，结合冷却时间15秒，就等于是完全的无缝一技能常驻，算是追求无缝一技能的玩家可以抽的命座。而若是试用灵敏阿忍，觉得3秒冷却没有那么有感的话，也不一定要抽到2命。3命和5命分别提升1和 Q 等级的上限，其中3命是影响核心天赋一技能乐福草轮的等级，也等于可以让阿忍的奶量再提升，会是里面对阿忍提升较多的命座。但若你在实战中对奶量的需求没有特别大，其实灵敏阿忍的回血量也还算够用的。4命主要是提升阿忍的挂雷能力，只要在处于阿忍乐福草轮状态下的角色，在进行普攻、重击、下落攻击命中敌人时，会有雷草标落在敌人所在位置，并且基于阿忍的生命值上限的 9.7%， 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每5秒可触发一次。虽然伤害倍率不高，等于每5秒多一次雷元素伤害，在挂雷或破盾效果上还是有所提升。6命的阿忍解锁后会有类似胡桃6命的效果，在承受到会必死的伤害时，该次伤害不会让阿忍暴毙，冷却时间60秒。稳定了阿忍在先扣血又回血这中间不小心倒地的风险，并且在生命值降到 25% 以下时，会提升自身的元素精通150点，持续15秒，冷却时间60秒。这个效果也适合用在打巨变反应的改练队或是超载的队伍中。命座抽取的部分，灵敏的阿忍就大致上该有的机制都有，实战体验和实战效果上都算毕业且好用的，非常适合萌新使用。缺点应该就是若还没有开到盗气区域或曾研巨渊地下矿区的新手，可能在搜集材料上会稍微有点麻烦，也建议萌新可以找一些好心的玩家开放的低世界等级的资源号，就可以直接到他家去采集突破素材。新手拓荒有个好奶妈，又能联机跟朋友玩的话，游戏体验会很不错的哦。而后就是希望无缝一技能常驻的话，可以考虑抽到2命。若是想提升挂雷能力，可以再抽到4命。满命就是完整且不容易倒地的阿忍，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洛洛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在抽阿忍的时候，都不是看在他的命座或实战效果的吧？阿忍的武器推荐方面，可以朝有提供生命值或是元素精通的武器着手。最推荐的5星武器为附属性提供元素精通的参古自由之士。作为辅助角的阿忍佩戴这把武器，其被动效果也能有效的提供给队伍中的角色额外的 buff。其次是可以选择被动效果有提升生命值的排炎节律。阿忍拿什么武器都不会影响太大，
毕竟它的定位是辅助奶妈，奶量够的情况下，真的没有提到的武器随便拿也都还好，甚至想要拿侠里龙吟多打一点伤害也不是不行。非五星武器的部分，可以选择铁匠铺就能免费用原胚打造的铁锋刺，风属性提供元素精通。此外也可以选择西风剑，也因为阿忍的大招高频率，就算西风剑的精炼等级和阿忍的爆率不高，也可以轻松触发元素威力的产生。另外也有提供元素充能效率的腐殖之剑，被动效果提供元素战绩和爆率的加成，也可以给阿忍用。只是这是先前版本活动的活动武器，后来才加入的萌新可能会说，这是什么？最后还有一把3星提供元素精通和被动效果，适合用在巨变反应队伍中的阿忍适合拿的暗铁剑。这把武器比较特别的是，要去璃月合成台旁边找到 NPC 快刀城对话取得。但这把剑的缺点就是全游戏目前只有一把，没有办法能精炼等级上去。若是还想知道哪些绝版3星武器，也可以参考右上方资讯卡查看影片哦。若是走纯奶妈定位的话，最为推荐的是千元4件套，可以说是和阿忍的技能效果完美契合，加上阿忍一技能无缝常驻的情况下，千元套的加攻 buff 效果也等于是不间断的持续攻击。但若是将阿忍放在主要需要防御力趴数转换为输出伤害的岩队的话，则会建议换成海染4件套，提供奶量的同时，还可以透过泡沫额外打输出，比较不会因为千元套的加攻效果岩队吃不到而浪费。而海染套的穿法仅适合用在岩队中，若是脱离岩队以外的阿忍，其实海染套的效果它是没有办法吃满的，所以只有在岩队的阿忍，海染套才会是它的首选配装。而且它在还没有4件套的过渡期时，也可以穿千岩加少女或海忍2+2套装，或是宗室4件套等等。若你是考虑将阿忍放在巨变反应的队伍中，但是还没有刷到全精通的千岩4件套，或是萌新还没有开到能刷5星事务的阶段的话，备选方案也可以选择千岩加流浪或教官2+2套装，或是教官4件套等等。再来是提供给想要玩伤害定位的阿忍的圣物配装。虽然阿忍的定位还是以辅助奶妈为主，若是用来打伤害还是比较偏娱乐项，但阿忍其实在走物理输出方面，其实有点类似于可以自体回血的单手剑雷泽，这时候就可以搭配苍白4件套。4件套效果搭配阿忍的技能特性也是可以吃好吃满。若没有4件套，也可以穿千岩加苍白2+2套装。圣物主属性的部分，若是要追求最高奶量，会建议是之沙、空之杯、理之冠是生命值治疗加成的主属性，其次是全生命值，最后是全部元素精通。但实战中体感上这3个奶量并不会差太多，只是元素精通主属性的圣物套装可能会比较难刷一点。但若是放在巨变反应的队伍阵容中，元素精通的主属性圣物会是兼顾奶量和伤害最大化的配装首选。边缘版参考，以90等的阿忍来说，纯奶血量35000以上越高越好。若搭配治疗加成头走全精通的话，搭配元素精通的单手剑，可以让元素精通至少在600以上，最高1000左右的面板。阿忍的推荐配对，第一队带来的是以优拉作为物理主 C 的阵容，组成为优拉加罗莎莉亚加叶兰加97忍。97忍兼具挂雷提供给优拉做超导物理减抗的作用之外，还提供回血的效果，因此就可以腾出雷电将军和班尼特的空间，让他们去雷神国家队，或是省去原先要塞1雷加1奶的格子。而叶兰的大招增伤15秒，也可以让优拉在最后收尾时可以享受到增伤最大值。但建议这里的叶兰最好至少1命，否则元素充能效率可能会是一个痛点。技能顺序可以是叶兰 Q1、优拉1、阿忍 1Q、罗莎莉亚 Q1、优拉 Q 加场1加平 A 到结束。再来是关于感电队的阵容配置。其实感电队的组法很多，比较不推荐的是将97忍放入有星海战场的感电队，搭其他都可以。因此若是刚好没有抽星海而想玩感电队的话，也可以考虑双许的感电队伍，砂糖加行秋加叶兰加97忍，其中砂糖也可以换成万叶。而战场角色若是换成灵人，也可以改成双雷的感电队伍，组成为灵人加万叶加满命菲希尔加97忍等等。配元素精通的圣物套装，感电伤害可以有9000到10000左右的伤害，平均每3秒1次范围雷伤，4命的话每5秒额外多1次雷伤。相关的感电队组队公式也可以再回顾星海复刻 Q&A 中13分21秒对于感电队的详细说明哦。接下来是分享大佬提供的全精通的灵命阿忍搭配老爷迪卢克的元素反应阵容，组成为迪卢克加行秋加97忍加班尼特。透过元素精通的加成下，队伍中的火加水加雷元素所有反应都能有效触发，有蒸发、有超载、有感电，在目前的生界螺旋表现也十分不错，提供给老爷真爱党的玩家们参考组法。身为荒龙派的2把手，没想到在岩队中的作用其实也蛮不错的哦。虽然以1斗为主的岩队，在第4人的位置都算灵活，可以用莫娜增伤或是其他破盾角色，而97忍加入后的阵容会是1斗加五郎加阿贝多加97忍。阿忍的高频率雷元素和岩元素起反应后会持续掉落结晶，等于无缝产结晶盾，搭配元素精通加成，护盾吸收伤害的效果也会提升，中里也就可以去其他队伍打工。
若是队伍元素充能效率跟不上的话，阿忍也可以带上西风剑大量产元素为例。即便阿忍的奶量可能不算太高，但提供给硬邦邦且有结晶盾常驻的岩堆来说已经十分足够了。最后就是提供给想玩战场阿忍的娱乐配对，组成为97忍加满面菲希尔加远景加罗莎莉亚，饰物为苍白4件套，武器可以用侠里龙吟或是封印剑等武器。虽然在手感上可能不是太顺畅，但作为想让阿忍战场的真爱打，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组队哦。总结97忍抽不抽的结论，其实站在实用性来说，里面的97忍就十分够用，机制上也相当完整。萌新在大世界中以及多人联机的体验上也是很快乐。阿忍也可以放在许多队伍中补上奶妈的位置。命座的提升上，虽然提升都不算多，但毕竟人家是4星角色，满命后和其他4星角色放在一起看，其实也不会差太多。总体来说，不论是强度档还是XP档，抽个1只就差不多。毕竟阿忍在卡池结束后会进入常驻池，往后还是有机会可以再抽到它，慢慢再补命做即可。如果距离出金光的保底数还没有超过40抽的话，也可以考虑抽个3到4次10抽，看看有没有机会抽到一只阿忍。但如果你是快接近大保底或是1斗已经满命，不需要抽1斗的话，建议直接跳过，因为随着盗气版本将近尾声，剩下没复刻过的盗气角色也只剩下万叶和萧公了，所以在等万叶的人最好还是将大保底留在这个人权角上哦。以上就是关于97忍的角色全分析，提供给考虑抽角色的肉肉们参考。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肉肉都会一回复。身边有朋友不知道怎么如何培养阿忍的，也可以分享片给他。制作攻略不容易，若是想支持肉肉的频道内容，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帮会员，或是点击超级感谢赞助肉肉一杯鲜奶茶。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可以点击喜欢，给肉肉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会固定直播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肉特贝露露，我们下次见喽。